美国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还没有摆脱上届政府的阴影，还继续在军事、经贸领域对华施压。美军舰艇近期接连在中国海峡、台湾海峡、中国西沙领海耀武扬威，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近来更是频频对中美贸易发表强硬表态。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周四表示，美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当天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进行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指出，美方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海域，侵犯了中国主权和安全，破坏了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此类侵权挑衅行为，并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空军大校周三还表示，美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此前一天穿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周四晚间回应称，美国军舰几天内连续穿航台湾海峡，闯入我西沙领海，是严重的挑衅行动，性质十分恶劣。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中国军队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一切威胁挑衅，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拜登政府已经继承特朗普政府时期政策，滥用国家安全名义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或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美国财政部周二宣布，将所谓中共军工企业名单的生效日期再推迟2周。彭博社援引美国白宫不愿具名的知情官员称，白宫正致力于厘清中共涉军企业名单，确定其如何适用于子公司，对该名单的重新审视可能在6月11号前完成。知情人士还称，美国不会改变对涉及中国军队的投资的政策，白宫正试图维持这一禁令，并要在法律上站得住脚，且能长期维持下去。在不逆转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这个措施的前提之下呢，他对这样的一个政策在评估的基础之上，可能会使它更具有针对性，使这个政策的这个针对的制裁对象呢更加的明晰化。这一方面呢，继续保持了特朗普时期的强硬政策，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也是为了减少由于这个政策过于粗枝大叶呢，对市场形成过大的这个震荡。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近期也连续就中美贸易问题表态，妄称强迫劳动是粗野补贴，给了中国不公平的贸易优势。美国将使用包括关税、强迫劳动商品进口禁令等贸易工具与之抗衡。戴琪日前还在英国《金融时报》举行的一场在线活动上称，他预计将在短期内与中国高级贸易官员接触，以评估两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显然，美方要在其所谓的首次接触前顽固坚持特朗普时期对华贸易施压的政策，并企图借所谓的人权等问题把贸易问题政治化。我认为他以此为抓手，其实是选错了抓手。中国政府是绝对不会接受对中国这样的一种捏造事实的污名化。中国政府也绝对不会把这个就是说这个带入贸易谈判当中，并且因此而做出让步，这是绝对不具备这样一个谈判基础的。因此，如果说拜登政府对这样的一个政策不进行反思、不进行调整的话，其实中美经贸谈判其实是基本上就不具备谈判的基础，谈判的空间是非常狭小的。实际上，美国发起贸易战并没有给美国带来好处。中美贸易战3年来，美国经济遭受的损失远比中国方面要大得多。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发表的报告预计，如果中美贸易战持续下去，今后5年美国 GDP 将合计减少 1.6万亿美元，就业岗位将减少 73.2万个。而美国劳工部日前公布的4月 CPI 同比上涨 4.2%， 刷新13年来的高点。美国4月非农就业人口仅增加 26.6万人，远远低于市场预期。与此同时，美国的海运数据显示，4月从中国发至美国的集装箱增长了 46.5%， 且运费5月上旬比3月底上涨 16%。显然，美国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商品，而如果继续加征关税政策，将进一步推高美国的物价水平。
如果这个接下来几个月之内，美国的 CPI 这个数据继续居高不下的话，在目前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包括一些财政政策的话，那可能会要推行一定的这个紧缩政策。那么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美国的利率很可能就会因此上涨。对于美国经济来说，那可能就是面对更大的一个内忧外患。中美关系迟迟不见好转，也让国际社会极为担忧。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日前表示，中美都是经济和科技能力极为强大的国家，拥有先进科技、武器、核能力。中美关系如果恶化，全球局势将很紧张，小则造成担忧，大则引发冲突，亚太地区也必将受影响。李显龙认为，美方可以尝试影响中国，但你不能改造中国。中国不会变得像欧洲国家那样，更别说是像美国。不过，李显龙也认为，要接受这一点对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心理难关，因此需要伟大的政治领袖来促成两国的合作，并促使美国人配合这样的政策。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话，他说的这番话其实表达了世界各国一个很大的希望，特别是在当今目前世界经济，其实我们知道面对疫情啊等等很多不确定因素之下，美中之间的经贸关系如果是要继续紧张下去的话，那其实世界经济会面临更加多的不确定因素，这对于世界各国来说肯定都是不利的。那么也是希望美中之间能够在良好协商基础上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那么这个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才会是一大福音。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日前也在一场线上研讨会中指出，没有什么能阻止中国复兴。拜登政府延续冷战思维，贸易战和对华脱钩做法是错误选择。美方应正视中国共产党成就，同中方开展合作。亚洲国家需用美式论点和逻辑说服拜登，不要跨越中国红线，停止抹黑中国。Not just wrong for China, by the way, also wrong for America and bad for America's interests. And of course, we in Asia, we will suffer if things go badly. We are in the front line. I mean, the whole U.S.-China contest will be played out in Asia. So we are in the front line. We will suffer. And that's the second reason why we should guide Biden on China.